平常尤其活跃的脑子和嘴突然罢工，魏婴两只手握起来又松开，反复好几次，他终于忍不住抬头看了看病床上的人。蓝占平躺在床上，这个姿势不方便低头去看魏婴。他被层层包裹住的右手臂只露出了4根手指，因为袖子宽大，所以医生没有必要把袖口裁开。现在他铺开在床上，像朵绽放的白莲。然后蓝湛微微一动，魏婴精神一紧。怎么了？蓝湛问道。有水吗？有，你等我一会，我给你去接热的。魏婴说完，一边暗骂自己不长眼色，一边拎起床边的暖壶，出门又拐去热水间接热水。病房里有准备好的纸杯，魏婴特意把水掺成温热，刚推门回来，就看到大夫正站在蓝湛床头，手里拿了个小本本。不可以碰水，最好也尽量不要活动。闷了出去走走也没什么，但是要尤其小心你的手臂。魏婴察觉到自己肯定错过了什么注意事项，忙把暖壶放好，道：大夫，你之前还说什么？说给我，我照顾他。蓝湛看了他一眼。大夫自然没意见，他又不负责陪护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他道：我说手臂血管破裂恢复尤其缓慢，这位病人比较幸运，伤口小，急救措施得当，没错过治疗时间，留院观察1周，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魏婴松了一口气，要小心不能碰水，不能碰撞，最好连动也不要动。除去血管、伤口还有皮肤组织的撕裂伤，得注意不能感染。待会护士会给你来换药。这是跟蓝湛说的，然后医生转向魏婴，道：多给他吃点乳制品和蛋白质丰富的食物，买点红枣给他补补也行，不能吃刺激性的东西。魏婴忙点点头，乖巧的像学校里的好学生一样。面前的医生翻了翻手里的本子，好像没什么要嘱咐的了，就把病历本挂在床位，走了。魏婴给蓝湛倒好水，递到他手上，然后往床边一坐，道：蓝湛，一会我去帮你把换洗的衣服拿过来。蓝湛点头。你家钥匙呢？在酒店。那我一会去帮你拿回来。魏婴顿了顿，道：我忘了，他们应该帮你拿回局里去了。蓝湛再点头。我没去过你家，你衣服都放哪儿？我要是翻乱了你可别生气啊。没事。然后路上我买几箱奶，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炖鸡汤啊什么的。都可以。那魏婴那了一会，实在那不出来了，改为哦了一声，道：那你要不再睡会，我去给你拿东西。蓝湛低头喝了一口水，斯文的好像只是润了润嘴唇，然后他道：魏婴，你说。不必自责。魏婴沉默了。这还真他娘的不是因为他自责，但是他实在没法解释。蓝湛只是手臂受伤有些不方便，还不至于到需要人寸步不离守着的地步，于是他从医院出发，先去了一趟总局，跟上级请示准假，就去了蓝湛租住的公寓。开门的那一刻，魏婴觉得自己被地板上反射的光芒晃瞎了眼。这都1天1夜没回来了，怎么地板还这么干净？魏婴站在门口欣赏了半晌，他突然想起自己跟蓝湛说了一句弄乱了你别生气，心道这么干净谁舍得弄乱，然后在门口地毯上蹭了蹭脚底，踮着脚尖溜了进去。蓝湛的屋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落在衣柜里，想来要不是怕有者，这蓝警官能把他们都压成豆腐块。魏婴蹲在衣柜前左看右看，愣是没舍得下手拿衣服。他掏出电话给蓝湛拨了过去。蓝湛同志，魏婴道：我要是想雇你当钟点工，工资多少你才同意？这人怎么这么欠呢？然后魏婴拎着蓝湛要求的那几件换洗衣服，从洗漱间顺走了洗漱用品，特意看了看蓝湛洗面奶的牌子，发现跟自己的居然是一个品牌。不公平，魏婴心道，怎么蓝湛就能那么白？魏副队长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在别人家厕所里纠结洗面奶牌子有什么不对，他怀着蓝湛皮肤怎么就那么好的不甘心，悻悻出门找了家超市提上1箱奶，杀去了医院，然后发现自己忘买晚饭了。于是蓝队长受伤的第1晚吃的是外卖，还是特意给他买的鸡汤外卖。魏婴端着手机找了好久才找到的这么一家。我要不把我阿姐请来吧？魏婴诚恳道，你没尝过我姐炖的鸡汤，就不能算是喝过鸡汤。蓝湛连碗都没有，
干脆的拒绝了。然后魏婴就偷偷从手机上跟江燕离聊天：“阿姐，鸡汤怎么炖好喝呀？”远在家里的江燕离惊奇地收到了自家弟弟发来的消息，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回道：“阿英怎么突然要自己做鸡汤了？想吃就抽空回家一趟吧，我做给你和阿成。”“不行啊，阿姐，我这边有个朋友受伤了，我得照顾他呢。”“是这样呀，那你炖汤的时候时间一定要长，可以放几片土豆，还有生姜。”于是蓝警官受伤的第2晚，吃的是自家副队亲手炖的鸡汤，味道着实还不错，反正比想象中要好喝不少。他不知道还有位高人在场外指导，所以他不动声色的又改变了对魏婴的看法。在鸡汤和牛奶的滋润下，蓝队长在1周后顺利出院了。这1周期间，魏婴倒没觉得有多么难熬，除去最开始的不知如何相处，他迅速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将不能宣之于口的感情小心地掖好，又恢复了最初的模样。做朋友也不错，日子就这么过吧。魏婴把蓝湛送到家里，不知道第多少次的看了一眼他手上还没拆下来的绷带，问道：“蓝湛，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没事，你家都这么久没打扫过了，要不我留下来帮你打扫打扫？”“不用，我自己来。”“可是你手不能乱动啊。”蓝湛刚要开口，魏婴突然打断他：“蓝湛。”蓝湛敏锐地听出了这一句称呼的语气变化，他意识到这时候魏婴是严肃的，于是他住了口。“你不要总是拒绝我。”魏婴道，半垂着眼，看上去实在有点失落，“好不好？”不知名的情愫随着这句话化开，骚过蓝湛的心底，轻轻地停留在了他耳旁，带着面前年轻警官的请求和那一句轻飘飘的“好不好”。他一时分不清魏婴这句话其中的含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体已经帮他作答了。“好。”魏婴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笑容重新回到这个大男孩脸上。他大咧咧地把手里的行李往旁边的桌子上一蹲，边撸袖子边道：“这可是你说的。沙发上坐好，你家拖把在哪儿？今晚我还给你炖鸡汤喝，在你拆线之前，我保证随叫随到，不用不好意思。”蓝湛紧盯着他，突然道：“你也可以住在这里。”“啊，左拐是客房。”魏婴震惊了，他还以为蓝湛是不会留人的那种，没想到是面冷心热呀，不愧是自己的菜。想到了这一点，魏婴喜滋滋地干活去了，倒比他在自己家还卖力许多。下午3点，魏婴来了电话，总局打来的。魏婴才刚刚洗好抹布，水渍都没来得及擦干，就急匆匆地赶去警局了。倒不是什么大案子，商业街的珠宝店遭抢劫，因为处于人群密集区，必须要有一个领头人。蓝湛负伤，只能魏婴顶上。